不是人呐，我不是人，我老婆死的好惨啊！我对不起我老婆啊！我悔呀！为什么会这样？安静点儿！有完没完？都怪我，怪你什么呀？怪我发现的太晚了。你不是故意晚的吗？那我们现在说说你妻子到底是怎么死的？医生不都说了吗？我老婆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我看她躺在地上的样子，我很害怕，我就打电话，求救了，但还是来不及。当时窗户是锁还是没锁呀？没锁，那窗户一推就可以开。我叮嘱过她了。我叮嘱过他，让他自己掌握时间的。可你为什么确定他当时有力气推开窗户呢？这我不知道。好，说说保险的事儿吧。如果这次意外险生效的话，你们会有多少收益啊？130万。保险公司还没有做伤害等级评定，真正到手的未必能有这么多。你哼什么呀？保险公司就是这样的，只顾自己赚钱，从来不为客户考虑。不是所有客户都想要骗保。这里离地面4层楼高，下面是草丛，土质松软，从这个高度摔下来，可能会摔伤，但应该不会摔死。在封闭的环境里打开煤气，营造出一氧化碳中毒的环境，然后在求救的时候意外坠楼。夏林浩说他可以控制时间，保证人没事，他怎么控制啊？应该是让妻子一直待在窗户附近，一有眩晕感，立刻开窗跳下来。都眩晕了，还有力气开窗吗？夏林浩自己说了。他和妻子约定了5分钟的时间，时间一到，如果妻子没有开窗跳下来，他就冲上去开门救人。5分钟的时间不会熏死，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可结果呢？结果妻子的确没有开窗，他也上楼了。可当他进门的时候，死者已经没有呼吸了。我们可以看一下监控，说不定会有帮助。据夏林浩自己交代，他们之所以制定这样的骗保计划，就是因为这个小区的监控没有完全覆盖，这片是盲区。不过案发以后都增少了。这窗户怎么这么难开啊？你看，这窗户的滑轨有些损坏，所以推开有些涩。如果推窗的人是一氧化碳中毒、头晕无力的话，很难一下子顺利推开。不应该啊！这房子建了没几年，窗户不应该这么快就坏了吧？那个检察官同志，我把钥匙先放在这里，没事的话，要不我先……你等等，这个房子的面积是多少啊？哦，90平米，使用面积大概在80平米，是我们小区标准的2室1厅。80平米，
彼此相互连接的客厅和厨房加起来大概有25平米左右。在其他房门都关闭的前提下，几分钟之内，一氧化碳就会弥漫整个客厅和厨房。按照死者当时的碳氧血红蛋白饱和度推算，案件发生时，房间内的一氧化碳浓度应该达到了3200 ppm。人体吸入后，5到10分钟之内就会强烈的头痛恶心，失去意识。如果不给予救治，很快就会死亡。哎，你说这种事儿怎么就发生在我们小区了呢？这栋楼都好几个业主都打算搬走了。这户业主的夫妻关系怎么样？应该挺好的。每次在路上碰着张姐，都提着菜要回家做饭。能每天一起吃饭的夫妻，关系不会太差吧？那，你知道他们有跟其他什么人来往吗？这对夫妻应该没有其他亲戚，具体和谁来往我也不知道。从厨房可以看出一个家的女主人的秉性。这个女主人很会持家，也很爱家。好大的烟味儿！夏凌浩是个老烟鬼了。这就是他说的给孩子准备的那间房。现在看来，更像是夏凌浩为打游戏准备的。他一个人在这打游戏。他们分房睡。可能是夏凌浩打游戏打累了，或者下班回来晚了，不想打扰张云琴，就一个人在这休息了。现在看来，一切都和夏凌浩说的差不多。夏凌浩和张云琴收入不高，想通过骗保捞一笔钱，但一时意外导致了张云琴的死亡。假设你是夏凌浩，你会怎么计划这次骗保？我？我会先跟你约定好，让你假装去煮银耳汤，然后离开厨房，进入客厅，佯装午睡。待银耳汤煮沸溢出，把火焰扑灭，造成煤气大量泄漏。然后我在附近等着，并且跟你约定好暗号。如果你有些不舒服了，立刻推开窗户；如果没有，马上通知我，几分钟之内我就会上来。通常人们意识到自己中毒的时候，都会去想着开门、开窗自救，但只有少部分人能做到这一点。大部分的人都会产生抽搐、抽筋，甚至口吐白沫。张云琴也是这样，她发现自己煤气中毒，跌跌撞撞的想跑到卧室去求救，结果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最后晕倒在地，抢救无效死亡。有什么问题吗？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对了，上次呕吐物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还没，说是成分太复杂，目前还没有鉴定出具体有哪些成分。那我们能不能麻烦鉴定机构的专家进行2次检测？我总觉得里面有什么关键线索。好。有香水味。
他们家没有这种香水。我们还没开始呢，你哭什么呀？对不起啊，我一想到案子就想到我老婆。对不起，对不起。夏林浩，你跟公安机关交代的说你跟你老婆商量好了，煤气打开的5分钟后，如果她不开窗，你就跑回去救她。是。根据医护人员的证言，他们到达现场时，你老婆已经牙关紧咬，全身抽搐，面唇呈樱红色，这已经是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根据她所处的环境判断，她与一氧化碳接触的时间已经有10分钟了。那迟到的5分钟你去了哪里啊？我往楼上赶呢，我着急往家里跑啊！那时候我们去你家调查过了，楼层不高，以你的体力跑上去大概也就1分钟吧。是的，我跑太慢，跑太慢了。我要是跑快点，跑快点，我媳妇就不可能死了。我会呀！我为什么不跑快一点？我已经跑得很快了，但我没想到我媳妇会这样。这个夏林浩装得哭哭啼啼、悲痛欲绝的样子，跟案子有关的一句真话都不说，我看他就是在演戏。他看起来确实有问题。这种虚伪的人啊，我看他一次就想把他虚伪的面具给他撕下来，气死我！咱们沉住气，判定案件还是要讲究实在的证据，靠情绪和怀疑没法判定别人的罪名。知道了，走吧。就是这个快递。什么东西啊？都是些生活用品。王婷婷。王婷婷是谁啊？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空号。先把底单拍下来吧。好消息，警方联系到了快递方，查到了这个王婷婷的寄件点。但这个快递员表示，当时自己在分拣快递，并没有记清楚这个王婷婷的样子，只记得她戴着口罩，自己让她填写完订单后啊，就没再管她了。可是那个王婷婷留的是个假号码，我们就找不到她了。现在我们以快递员所送的那一片区域为基准点，开始搜索这个王女士。但张警官也说了，那一片啊都是小区群，像我们这样子没头苍蝇的找一个发快递的，无异于大海捞针。从另一个方面说啊，这个王婷婷很有可能是从另一个片区故意到这里寄快递，企图隐藏身份。实在不行，那就得问问夏林浩到底认不认识这个王婷婷了。那个夏林浩装模作样的，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就算问了，大概率他也会说不认识什么王婷婷。现在线索全都断了。上次啊，你们在夏林浩家发现的呕吐物也没有检查出什么。虽然做了2次检测，但我估计啊，这结果不会太明朗。喂，陈法医。有新的发现？好，我现在就打开查收。我发到群里了。尸斑呈樱桃红色，肺脏巨噬，细胞浸润。食物残渣里有花生残留，气管可见水泡样分泌物。对，通过病
判断出死者对花生过敏，同时呕吐物里查出了花生成分。过敏？死者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对花生过敏啊。夏林浩，没想到你人虽然进来了，还有人继续关心你呢。你什么意思啊？狱警已经把这个交给你了吧？寄件人是谁呀？王婷婷跟你什么关系？我不认识他，我收到东西的时候我都懵了，这可能是他记错了吧？你别装傻充愣，记错了能寄到看守所。我倒是挺好奇，你妻子都过世了，谁这么关心你啊？如果我老婆在，她一定不舍得我一个人在这里受苦。行了，别嚎了。夏林浩，公安机关勘验现场时，在你家地板上发现了一滩呕吐物，这是怎么回事啊？呕吐物？我也不知道啊。我们检验过了，呕吐物里面的成分很复杂，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委托了鉴定机构，也没有鉴定出来里面是什么成分。不过审查期间，我们又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了2次检测。经检测，呕吐物里面含有花生的成分，法医根据氧化的程度判断，是死亡前3小时服用的。你应该知道你老婆对花生过敏吧？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我和他结婚那么多年，我没有见过他对什么过敏。那再说了，你们怎么知道这滩呕吐物是我老婆的呢？根据你老婆的验尸报告显示，她胃部的残留物里面还有花生的成分，这是她没吐干净的。公安机关之所以没有拿这件事情单独问你，一是因为他们没有对这些残留物产生怀疑，2是因为你老婆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这明显的死亡原因很容易让他们忽略了你老婆在死亡之前已经出现了其他不适的状况。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老婆一定是想让自己再痛苦一点，就偷偷把花生吃了。怎么那么傻，老婆？怎么那么傻？说好就咽下去，你干嘛那么傻？你刚刚说你老婆为了更难受，所以吃了花生，那说明你之前说你不知道你老婆对花生过敏，是说谎对吧？我没说谎。无所谓了，无所谓了，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反正我老婆死了，我真的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你们枪毙我吧！你笑什么？我笑你每次审完夏林浩就气得不行。你也看到了，他每次都是那样，一哭二闹三装傻。问他什么他都说不知道，他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了。等张警官找到那个卖花生的人一指证，到时候不需要他的证词，我一样能让法官治他的罪。喂，张警官。好，知道了，谢谢啊。他怎么说？他说他们又派人去夏林浩家附近的片区转了一圈，卖花生的摊贩很多，但都没见过他。一个也没见过啊。没有。你说这花生夏林浩也不能自己种出来吧？你干嘛去？我自己去找那个卖花生的人。你好，你们这里卖花生吗？有。哎，这有新鲜的，要多少？那您见过这个人吗？不买花生啊？没见过。我们再分头打听一下吧。好。
我把附近菜场的老板都问遍了，没有一个人见过夏林浩。哎，你说，这花生难道还真是他自己种出来的？要不咱们先回去，明天我去调调监控看看。也只能这样了。走吧。哎，老奶奶，我来帮您吧。哎，那谢谢你们了。要是明天再找不到那花生怎么办？啊，你们要买花生吗？我这儿就卖花生啊。不过今天卖完了，你们要是买的话，过2天就有了。那，您见过这个人吗？有印象。哦，对，他在我这儿买过花生，他挺大方的呢。他跟我这儿买了挺多花生的。当时我说要找他钱，结果他走得好快啊，说不用找了。怎么？你们要找他啊？谢谢。法医在死者的呕吐物还有胃部残留物里面发现了花生的成分，但是死者生前对花生过敏，绝对不可能故意食用花生。为了查明花生的来源，我跟严律又跑了一趟小区，碰到了一个老太太，她可以证明花生是夏林浩从她那里买的。语出隐绰，有什么不妥吗？案子诉了吗？诉了，应该就快开庭了。这么快？这么说吧，我们压根儿就不相信夏林浩说的话，明显他就是想杀了他老婆骗保，现在又骗我们司法机关说什么意外，怎么可能啊？不过诉了就好。你相不相信是一回事儿，你用法律规定的方式把它证明出来是另外一回事。死者对花生过敏，死前吃过花生，夏林浩案发前又买过花生，这中间联系不就证明了吗？夏林浩买过花生，就能证明死者吃过花生吗？他小区的4个门口都是有监控的，根据监控显示的情形来判断，案发当天死者是没有出去过的，他的小区里面也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所以他大概率是在家里吃饭，他也不会故意的去吃花生，家中又没有别人，所以夏林浩让他吃的可能性极大。如果夏林浩一口咬定是死者误食了花生，你怎么应对？这个，那个老太太的证言交给法院了吗？是的，这个是重要证据，我还要申请她出庭。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但是又说不出来。我建议你慎重对待这个证人的证言。对了，上次说那个寄快递的王女士，后来找到了吗？啊，还没有。我们判定案件啊，一定要慎重，各位，慎重再慎重，因为如果有一块证据拼图没有拼好，就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结果的认定，明白吗？明白。明天开庭，没想好的问题就不要回答。拜托了，任律师，我相信你，我们配合好，一定会没事的。当然了，我会确保你没事的。任天宇那边开庭了吧？开庭了。有胜算吗？他是金牌律师，我相信他有办法。可夏林浩不是个省油的灯，为了自保，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的。我相信天宇的能力。任天宇是个心思缜密的人，明明看出夏林浩在撒谎，而且还这么冷静。看来在他心里已经预估过风险了。我把案子给他之后，他就在心里推演了无数种可能性。你还真的以为他依然信任你吗？他信不信我是他的事儿，我信不信他是我的事儿？糊涂！我警告过你，对他不要动真的。你给我把信收回来，你们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以后你会知道的。
们商量好的，钱到手之后，一人一半。他拿到钱怎么用，我不知道。但是我只想存起来，毕竟这钱是他拼了命换来的，我想为将来做打算。被告人，按你所说，如果你妻子受伤的话，你可以拿到多少赔偿金？130万。如果你妻子死亡的话，赔偿金的数额有变化吗？不会，还是130万。那你有申请理赔吗？有。什么时间？在我老婆死后的第2天。保险公司答应赔偿了吗？没有。我递给保险公司的资料都是齐全的，但是他们说审核还需要一段时间，让我回家等。我就回家了，但是没到半小时，警察就来了。从你妻子死亡到你申请保险理赔金，这1天之内你都做了什么？反对。该问题与本案无关。审判长，我的问题是有连续性思路的，请对方律师不要故意打断。反对无效，被告人请回答。我很难过，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吃不下睡不着，我一躺下就做噩梦，我梦见老婆，我不想再回忆了。被告人，证据显示你妻子是当场死亡的。第2天天一亮，你就把你妻子的遗体从医院接了出来。若不是警方及时赶到，你就托人插队把你妻子的遗体火化掉了。这就是你所谓的噩梦吗？哪怕你妻子已经死亡，你就这么着急销毁她存在过的痕迹，一点都不留恋吗？我没想到她会死。你就没想过你？审判长，我的当事人有话要说。被告人，你要说什么？
以晴朗为主，下雨天集中在24号到26号的3天，其中25号那天间歇了1天，也就是案发当天。证人，除了这些，你还记得被告人当天对你说了什么，或者是你看到他做了什么吗？哦，对了，他急急忙忙买花生的时候说了一句：“他中午要给老婆做饭。”你确定是亲耳听到他说的吗？那当然是亲耳听他说的了。确定吗？确定。我老了，但是耳朵不聋。他就是这么说的。审判长，公诉人对证人张佩兰的询问暂时到此。夏凌浩，对张佩兰的证言，你有什么要说的？是他教我说的。是你教我说的，审判长，我坦白，刚才我所说的一切都是他教我说的。他让我说我忘带门禁卡，然后按了邻居的门铃，从而导致事件的耽搁。他让我说我着急火化是因为不想警察解剖我老婆的尸体，不想我的亲人被开膛破肚，都是他逼我的，都是他逼我的。不能肃静。什么？等我回去再处理。夏凌浩点名让任天宇当律师是你的主意吧？夏凌浩犯的罪，也许只有任天宇这样的人才能帮到他，不对吗？夏凌浩一口咬定是任天宇教他撒谎的，您到底给他什么好处啊？他死就死了，干嘛要拉一个垫背的？我帮他推荐最好的律师，给他出律师费，打赢了算他的，打不赢就一口咬定是任天宇教的，然后您再给他出钱请更好的律师打无罪。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还承诺给他一笔封口费，这笔封口费足够他老母亲养老的。这样他里外里都不亏呀。但是夏凌浩不会知道，您根本不会给他打无罪。夏凌浩，他死不足惜。任天宇，刚刚夏凌浩在庭上说的，是真的吗？我知道你又要说我不配做律师，以后离我远一点。对不起，陆彪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是我错怪你了，是朱瑾告诉我的。可是你为什么当时都不反驳我，哪怕给我一句解释也好啊？新人不在了，解释有用吗？但是如果今天你说不是，我就相信你。律师协会的通知，要立案调查，
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必须停止手上的一切案子。好。你的信息都挂到网上了。我无所谓。无所谓？你怎么什么都无所谓啊？你的律师执照都快没了，你还无所谓？你就甘心做一个像我这样连官司都打不了的律师吗？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有人在针对我，是谁你也知道，你都没有能力解决，我着急有用吗？那你也不能。好了，正好最近挺累的，借这个机会歇歇不也挺好的吗？人渣倒霉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任天宇走到今天，都是他自己做的，做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真是活该。还好当初你们分手了。你不觉得这些人忽然同时翻供很奇怪吗？你心疼他了？不是，案子归案子。你还记得之前叶泽被网暴的那件事吗？这事我能忘记吗？当时是有人想搞叶泽，找人在背后运作的。叶泽是公众人物，难免会引起轩然大波。但任天宇他只是个律师，哪来的那么大影响力？连头条新闻都上了。我有点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说过，如果所有人的矛头突然都指向一个人，那一定是有人在背后引导舆论。我觉得这个时候吧，你不至于还这么护着他。你的意思是，他是无辜的？其实今天庭审之后，我问过他，但是他没有回答。可我看他的眼神，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贾文静，你还跟他说话了？你不会？不是。其实朱瑾之前找我解释过，他给我听了林薇薇跟任天宇的录音，漏标的事情都是林薇薇搞的鬼，跟任天宇没有关系。那你还不赶紧去告他？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就是林薇薇，怎么告啊？那倒也是。之前我说任天宇是黑心律师，他没有解释。但是日子渐渐久了，我发现他不是那样的人。现在这么多人一起说任天宇是黑心律师，他还是没有解释。我总觉得好像有什么隐情。既然我不能让夏凌浩逍遥法外，也绝对不会让任天宇蒙受不白之冤。静儿，我觉得你变成熟了。这还用你说啊？这是什么意思？暂缓年审而已，我还没让他的律师执照吊销呢，急什么？您到底为什么这么针对任天宇啊？吊销执照，您知道对于一个律师来讲意味着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倒是你最近3番5次的为了任天宇闹脾气，我想劝你想清楚了再跟我说话。我只是不愿看到有任何人再像我一样被吊销律师执照，被行业封杀。区一个律师执照，你要跟我提多少年？你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以后，我不是照样给你投资开律所，什么都没耽误你吗？区一个律师执照，在您眼里什么都这么不重要，什么都可以用钱来衡量吗？妈走了之后，您根本就不回家，每个月就知道给我打钱。
我那么努力的学习，就是想足够优秀，好让您能在意我一点。好不容易得到的律师执照，就因为你一句话，我就替您去打假案子，把律师执照搞丢了。对呀，您特别轻松的就帮我开了一个律所，可是您跟我说过一句对不起吗？您只在乎我是否能帮您达到目的，根本不在乎我为了您的目的付出什么代价。一个刚入行的律师，就打假案，被吊销了律师执照，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梦想，瞬间都化为泡影。我现在想想都不知道那些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些事情您到底关心过吗，爸爸？微微，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您到底为什么这么容不下任天宇啊？当年在我们的一个项目中，有一个叫杨东华的审计，他们夫妻二人在车祸中死了。这跟任天宇有什么关系啊？那对夫妻就是任天宇的亲生父母。这件事情，当年警察已经查清楚了，是因为卡车司机酒后驾驶导致了意外事故。可任天宇就是不相信，一口咬定是我干的，所以他就处心积虑地接触你舅舅，接触我，目的就是想搞垮我们，为他父母报仇。那您跟舅舅去跟他解释清楚啊！您这样一直针对他，你们之间的误会会越来越深的。可是他不信呐，他就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呀，他只相信他脑子里的臆想。可是再这样下去，放心吧，微微，爸呢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不会去真的对付他的。只要他放弃朝我们报仇的想法，我立刻就撤销那些舆论。等他冷静了，我再去找他解释当年发生的事情，总行吧？您真的会放过他吗？哎呀，放心吧，爸不会骗你的。不是请过假了吗？怎么还追到家里来了呢？
夏林浩那边，你之前怀疑他有一个情人是对的。潘晓黎去电信公司查过夏林浩名下所有的电话号码，其中一个电话号码中有一个联系人，平均每天跟夏林浩联系7、8次。你觉得什么关系的人能有这么高的通话频率？未成年人的话是妈妈，成年了就是恋人了。这算是个突破口。如果夏林浩真的有情人的话，那他谋杀的动机就更充分了。这个案子虽然在法庭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你不要气馁，就当是一次历练了。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即使现在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以后也会遇到。你要有充分的心理承受能力。之后的问题交给我来处理，你可以放心。经过这个案子，我总结了一些经验，也吸取了一些教训。以后我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庭上就可以一举揭发犯罪行为。答案啊，通常都在细节里。这次取证是你跟严律去的，你好好回忆一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细节？只要是客观存在过的，就一定会找到蛛丝马迹。遗漏的细节。婚外情，情人可疑的电话。你说这个给夏林浩一天打7次电话的人，会不会就是那个寄送包裹的王婷婷？有可能，但是夏林浩不承认认识王婷婷，而且王婷婷这个名字的真假都还不一定呢。就算是真名，叫王婷婷的人也太多了，像大海捞针。我们再复盘一下这个案件的过程。好。夏林浩跟自己的妻子商量好，骗取130万的保险金，采用了煤气中毒的方法。如果煤气打开后的5分钟内，妻子没有开窗，他就立刻跑回去救她。实际上，他用了不止10分钟上楼，导致妻子不治身亡。之后便着急的要将自己妻子的尸体火化，申请保险理赔，结果被警方扣下。经过法医鉴定，妻子的确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的，同时也在她的呕吐物、胃内容物中都发现了花生的成分，而且还检测出她对花生过敏。夏林浩的老婆离奇死亡，很明显这里面有蹊跷。而且卖花生的老太太也说了，夏林浩的确在她那里买过花生。推断，夏林浩先是在饭菜里边放入了花生，让自己的妻子在未察觉的情况下吃下花生，然后按照他们事先商量好的，打开煤气煲银耳汤，假装忘记，造成煤气泄漏。为了确保自己的妻子死亡万无一失，夏林浩在楼下故意拖延时间，刻意造成自己的妻子花生过敏，让妻子在毫无反抗能力中倒地。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证明，那花生是夏林浩给他妻子吃的，还是他妻子自己主动吃的。妻子已经同意跟丈夫冒险骗保，而且是拿自己的生命健康作为代价。如果再主动的吃下能让自己过敏致死的花生，那他一定是疯了。有2种可能：一是他妻子自己想死；2是夏林浩谋杀。如果是妻子不想活了，夏林浩一定会以此来脱罪，可他一句都没有提过，一直在强调他们的感情非常好，甚至情绪有些夸张了。我记得夏林浩的家里墙上还挂着婚纱照，厨房、冰箱里都收拾得一尘不染的，证明他妻子很爱这个家，很爱她丈夫。卧室里面还有一副没有绣完的十字绣。一个对生活充满期望的女人，怎么会选择自杀呢？可疑的电话和可疑的包裹，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夏林浩有婚外情的可能。就算有婚外情，为什么一定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呢？况且是一个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跟他骗保的人，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如果妻子死了，夏林浩就能拿到全部的钱，那是情跟情人过日子呀。难道他妻子想不到这种可能性吗？万一失控了，他死了怎么办？
那应该就是非常的信任和非常的爱吧。非常的爱。非常态的爱。哎，你还记不记得夏林浩的家里有一间小卧室？你说那小房间？嗯，夏林浩跟我说，那个房间是给他未来孩子准备的，但是现在已经变成夏林浩打游戏的房间了。我清楚的记得，那个房间里面有一张单人床，而且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你说，如果两个非常相爱的人，怎么可能分房睡呢？所以我怀疑，在他们骗保之前，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出现了裂痕。但如果出现了裂痕，还答应冒险骗保，这什么心态？挽留。我那天听张浩伦说了，女方家属曾经去公安局大闹了一场，说他们哭着闹着说他们的女儿就是被夏林浩害死的。能立刻联系到家属吗？好，阿姨，谢谢你啊，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查出真相的。嗯。根据死者的母亲回忆，半年前女儿曾经跟她哭诉抱怨，说都怪自己的身体不好，得了卵巢囊肿，难以受孕，再加上过敏体质，常年吃激素类药物，很难给夏林浩生孩子。还说夏林浩是家里的独子，想传宗接代。后来又跟母亲说过，夏林浩对她的感情变得非常冷淡，非常痛苦。这样说来，夏林浩背叛婚姻的可能性更大了。一个妻子如果非常爱她的丈夫，但是却不能给他生孩子，一定会感觉到非常愧疚，然后她会把这些错都归咎于自己的身上，她就会想各种办法去弥补、去挽留，所以就非常可能会答应夏林浩的这个请求。而且我相信，夏林浩一定还会花言巧语地骗她，说如果我们有了钱，就可以去做试管婴儿，可以领养。这样的话，他妻子一定会非常同意的。嗯，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夏林浩一直在撒谎，他在表演他对妻子的感情。现在他妻子已经死了，这个疑问必须靠夏林浩证实。或者是夏林浩的情人，再或者见证过他们两个感情的人。见证过他们两人关系，卖给夏林浩保险的保险员，会不会见过他们两个？虽然警方已经对卖保险的工作人员调查过了，说没什么问题，但我们没有亲自去问过。好，那我们去一趟保险公司。从那个查不到寄件人信息的快递，包括电话记录，都显示夏林浩很可能存在一个秘密情人。江文静已经着手去调查了。一旦证实这个人存在，那么夏林浩的杀人动机就很可能成立了。江文静怎么样？哎，让他忙起来吧，要不然更容易胡思乱想。哎，对了，那个可儿她跟我说，让我提醒你，说明天上午10点。我说这么大的事儿，你干嘛不会忘呢？嗯，不会忘的。是啊，哎，这孩子他就紧张这些事儿。那你呢？我没事，走吧。你好，我们是新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我们就是来确认一下关于夏林浩夫妇来买保险的事儿，你有想起什么别的吗？这事儿我已经跟警察说过了，你们怎么又来了？要了解情况，你们跟警察说去啊。我们就当问你几分钟时间，配合一下吧。行，你问吧。那你就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他们两个来买保险那天有什么细节，例如情绪，或者是有什么异常的。
就是那天他们俩是一起来的，情绪挺好的，看起来就是一对小夫妻，挺恩爱的。你怎么看出来他们恩爱呢？嗨，做我们这行的，别的不行，看人最准了。那个女的像张云晴。啊，对对对，从进来到出去，她一直挽着她老公的手，眼睛都没有离开过，这样还不恩爱吗？那签这份合同之前，你有没有提醒他，这份保险的受益人只有夏林浩一个人？我说过了呀，但她跟她老公是一家人，受益人填夏林浩也说得过去。还有其他什么吗？真的没什么了。你怎么还在这聊着呢？快把这些单子处理一下。两位检察官，你看我们这工作也挺忙的。行，那你先去忙，想起什么别的，及时跟你们联系。这不是王婷婷？来，三位看镜头，看这儿好。妈妈往中间靠一点。拉了购物单，顺着信用卡的信息找到了夏林浩的情人王婷婷的住址，之前的快递应该就是他寄的，号码只差了一个数字，应该是故意不想让我们找到他。现在我们不只有证据，而且证据确凿。昨天他订了飞往泰国的机票，我觉得有潜逃的嫌疑。夏林浩这个案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怎么才想着逃跑啊？我估计他一开始没想着我们会查到他，毕竟夏林浩自己也没供出他，所以他有点侥幸的心理。潜逃还是要面临很多的麻烦，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想嘛。那他现在不用侥幸了，他肯定跑不了。走，我们找尹出去。进来。尹处，我们查到了夏林浩情人的信息，这个人叫王婷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王婷婷现在任职的保险公司就是夏林浩理赔的保险公司。而且这个王婷婷还订了去泰国的机票。好，我马上跟张浩伦联系，让他们尽快行动。
小姐这么着急，这是要去哪儿啊？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上车。我没办法，我没有。喂，夏林浩这颗棋子你用完了吗？我扔了，刚才他的情人被公安局带走了。我估计检察院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定他的罪。这种情况，我要是再帮他打官司也是浪费时间。用完了就扔了吧。谁？没事没事，是我。外边没什么动静吧？没事儿，警察来过2次，我都说你没在。啊。吃点东西吧。吃不下。你不能一直这么躲着呀，要躲到什么时候？难道我还躲一辈子吗？我也就是随便说说。不会很久的。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不就是搭条性命吗？你别说的这么吓人。我没吓你。别忘了之前我拜托你的事儿。喂，你猜我在哪儿呢？你在哪儿？你这个爹当的不怎么样啊！我来替你看看博文。我打！你要干什么？你不要碰博文！你敢碰博文一根汗毛，我跟你没完！激动什么？博文是我侄子，我过来看看他很正常啊。王大，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你说啊！别躲了，躲不过去的。一人做事一人当，明白我说话的意思吗？博文这边你就不用担心了，他怎么样，全在你一念之间。啊！
喂，任律师，如果你想劝我收手的话，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看来我这次又要麻烦你了。我要自首。哎，江姐，吴义景向公安机关自首了。他承认前一阵子发生那起车祸命案的被害人雷万是他蓄意谋杀的，他开车故意撞了他，还撞了2次。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你下午去办一下批捕手续，严律协助你。好。吴义景，我们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今天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之前你向公安机关交代的，如有遗漏或者是不实，现在都可以补充或者是更正。我只和任天宇说话，叫任天宇来，我要让他做我的律师。你有权请律师，但也有向司法机关如实供述的义务。你是自动投案的，投案后的供述情况决定着能不能被认定自首，这会很大程度地影响你的量刑，明白吧？根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任天宇正在接受律协的调查，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接受委托。不过，我们可以把你的意愿转达给你的亲属。任天宇。进来说吧。要不要喝点什么？咖啡还是茶？不用麻烦了。就像电话里说的，我是因为吴义景的事情来的，他指定要你做他的代理律师，所以我想过来问问你，关于吴义景还有雷万的事情，你知道多少？吴义景自首这件事儿，我也很意外。虽然他一直都是我的调查对象。调查对象？嗯。我怀疑他跟我父母的死有关系。他们不是车祸死的吗？是车祸，但我不认为那是意外。而且他们的死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吴义景。我一直欠你一个解释。之前一直觉得时机没到。现在是时候了，你跟我来，我给你看一些东西。我家里人的照片，难道我的家人也是你的调查对象？我确实查了你跟你爸爸，那是因为所有跟吴义景有生意往来的人，我全都查了。但是我发誓，我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你、伤害你家里人的事儿。任天宇，经过了这么多事情，我还能相信你吗？你之前问我。去欧洲是不是因为吴义景？我的回答没有骗你，我说是。林薇薇说你是为了他。我是为了吴义景才去的欧洲，跟林薇薇没有关系。你怀疑他跟你父母的死有关，为什么你还要帮他？不是帮他，是不能眼看着他逃走。逃走？我之前一直在查。吴义景跟我父母的死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无意中发现，有几个案子的幕后主使都是吴义景。
魏清明、张有信，他们2个人的案子都跟吴义景有关。梁非凡你还记得吧？罪犯梁非凡，人身危险性和再犯罪的可能性均较大，建议合议庭裁定不予减刑。那个因为涉黑被我送进监狱的人，连他都是吴义景的小弟。还有张有信，他是吴义景的司机。当年珠宝仓库盗窃案，他也在现场，被警察带走了，判了2年的有期徒刑。吴义景就是担心他把自己供出来，所以才潜逃到了米兰。所以你也就追去了米兰。所以林薇薇说你是为了救她舅舅才去的国外，你也没有办法否认。对不起，这件事儿让你伤心了。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告诉我真相？为什么要让我误会你？文静，这件事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每次我想跟你说出实情的时候，脑子里面都会浮现那些人被害的画面。我不想任何人被卷进来，尤其是你。所以，你宁可让我误会你，宁可让我恨你。你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是想把一切都搞清楚了，再全盘告诉你。在去了欧洲的这1年里，我假意帮助吴义景摆脱魏清明的商业陷阱。无意间发现吴义景并不是他们集团的幕后主谋，他也只是一个棋子罢了。1年之后，他回国做的第1件事就是报仇。报仇？没错。当年的珠宝仓库失窃案，表面上看幕后主使是吴义景，但实际上只是魏清明给他设的一个圈套。而张有信就是把吴义景推进局的那个人，所以吴义景知道了之后大发雷霆。他先是把魏清明搞到破产，然后找来胡方全给他放贷。这些放高利贷的人，手段有多恶劣，你是知道的。而这个结果，就是吴义景想看到的。吴义景这些人做事十分的极致，一旦事发，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手下把这些事儿都认了。你有没有发现，吴义景这次也是自首的？他也是被迫的。没错。谁能逼迫他呢？他完全可以第一时间选择逃跑，可是他却自首，自己扛下了所有的事儿。这说明他背后的力量比他更可怕。而这个人，只有可能是他。王达。此人行事十分小心，我掌握的证据也非常有限。这就是我掌握的所有信息，你们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不会有错的。毕竟检察院出手，会比我这个小小的律师要强很多。那你为什么现在还要帮吴义景辩护呢？雷万死的时候就在我旁边，我们的直线距离只有10几米，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的血溅到了我的脸上，所以我有责任，有义务查出真相。吴义景我不会放过，而他幕后的这个人更不能逍遥法外。不能逍遥法外。那你会不会像那些人一样被？不会的，文静，我会保护好你，保护好我自己的。你保证我不会受伤？我保证。好，我再相信你一次，最后一次。
你怎么还不来问我？证人，你跟被告人夏林浩是什么关系？我和他，我和他是情人关系。我知道做这种事很不道德。现在出了这种事，我也很后悔。你在什么单位工作？保险公司。从事什么岗位？外经销售。被告人夏林浩向你买过保险吗？案发前2个月，他向我买了3份保额的大病和意外保险。这份保险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谁？被保险人是他老婆，受益人是他。你当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吗？我当时有一瞬间觉得有一点点不对劲儿，但是也没有想那么多。一是家人买这种保险的特别多，二是我觉得他也不可能去害他老婆，我也从来没有给他施加过这方面的压力。为什么在保险公司底单上，这笔业务的销售员不是你？我把这笔业绩给了我的同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那个月我同事业绩没有完成，我就让他去我同事那边了。买完保险之后，被告人夏林浩和你之间有过联系吗？我们之间还是像往常一样联系，可是突然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我当时还挺高兴的，我以为他决定跟他老婆离婚了，没想到没过多久就出事儿了。审判长，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做这种事儿，真的。你的意思是夏林浩所做的一切，你都不知情是吗？嗯。我虽然很爱他，我也很想跟他在一起，但是我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当公安人员出现的时候，你是准备去哪儿呢？我准备出国躲几天。如果按你所说的，这一切跟你没有关系，你又在躲什么呢？我和他是这种关系，出了这种事儿，你们一定会怀疑我，我害怕，我掉进黄河我也洗不清啊。说来说去都是我的错，我一开始就不应该跟他在一起，我不该介入别人的家庭。杀妻骗保案终于告一段落了。夏林浩最后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然而，打着所谓爱情的名义，曾经和善的丈夫，竟然可以为了钱，毫不犹豫地杀害相伴多年的妻子，这多少让人唏嘘。冰冷的婚姻和巨额的保险金，成了命案的催化剂，也警醒着无数家庭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婚姻和家庭关系。即便不再相爱，也不要彼此伤害。任律师，谢谢你愿意接这个案子。雷万是你杀的，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我为什么要帮你？说白了，当年的事儿，你也有份。难道你不想扳倒王达吗？他才是当年那个事件的真正元凶。如果你还想替你的父母报仇的话，就应该知道，只有我才能帮你做到。看来这是笔交易啊，至少是一笔你不亏本的交易。那我听听，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尽量帮我拖延时间。你犯的是故意杀人罪，
还自首了，我怎么帮？办法你自己想。我的要求就是，尽可能的拖延时间，在我确认我儿子安全以后，你想怎么对付王达，我都会帮你。你担心你儿子，可以报警。报警？我不会做任何冒险的事情，哪怕对我儿子的安全有一丁点威胁的事情，我都不会让它发生。所以，任律师，希望你也不要自作聪明。还有什么事儿？状告薇薇，让她帮我照顾博文。不管我怎么样，博文只是个孩子，他不该为我承受这些。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需求，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的需求，只要我们把这些把握住了，一切都会水到渠成。考虑过回国吗？当我的合作伙伴吧。你真回国了？没想到吧？我就是这样，说到做到。林小姐，还记得当初的承诺吗？ partner。天宇，你是说舅舅担心爸爸会伤害博文？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想再管吴一静的事儿了。理由？我承受不住了。夹在你们中间，我做什么都不对，我到底算什么？一边是您，一边是我的亲舅舅。现在我很可能会变成亲手把我的舅舅送上刑场的人，我做不到。您在意过我的感受吗？薇薇，是这件事情真的难为你了。吴一健是你的亲舅舅，他也是我的小舅子，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拿他当兄弟。他出事了，我能不难受吗？他不出事，我们是在一条船上，可他现在自首了，这就是变数啊，得除掉啊。